万族入侵蓝星，龙国连夜征兵1个亿。就当人人都踊跃参军上战场杀敌之时，而我却选择留守后勤当一名杂兵。所有人都嘲笑我是个贪生怕死的懦夫，长官更是一脸不解地问我为什么会选择退缩。面对质疑，我没有做过多的解释，反而是在大家的谩骂声中离开了征兵现场。殊不知我早已觉醒出了5大天赋技能：能够驯化异兽的驯兽技能，凝聚烽火雷电的元素技能，杀伐越多本体就越强的修罗异能，还有能够无限叠加的阵法异能，最后就是能够召唤亡灵大军的亡灵异能。只要能将5大异能升至满级，那么我必能击溃百万异族的进攻。但如果我此时就上了战场，就会像上一世那样草草的断送了天赋。原来在2690年万族魔物降临地球，起初还能靠着热武器与魔物抗衡，可伴随着越来越多的高等级魔物加入，普通人类根本毫无招架之力。仅是东方龙国军队伤亡就高达千万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类觉醒了不少实力强横的异能者，有了他们的加入，因此减缓了万族入侵的脚步。此时的东方联盟的边陲邺城内，军官正在台上激情地演讲着。我身后就是上个月前线的战死名单，他们是我们的朋友，也是我们的家人和兄弟姐妹，更是我们邺城乃至整个神下的英雄。如今与万族魔物的战斗即将打响，作为边疆城市，我们邺城已经没有退路。如今东方联盟即将集结百万异能者向万族反击，我邺城后辈该当如何？保家卫国，护我山河。顿时场上齐声呐喊：参军！参军！我们要报名参军！我们要去前线杀敌，干死异族，撕碎他们，护我神下。众人参军的意念直接达到了顶点。可就在大家都积极报名参军的时候，而男孩却提出了留守后勤的要求。此言一出，军官当场傻眼，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人会甘愿选择当一名懦夫。一旁的同学都在怒斥他是个垃圾，后勤全都是一些年老病残的妇孺老人。这时军官也肃气开口：万族正在屠戮我们的人民，你身体健康，成绩优异，不去报效国家，反而选择临阵退缩，你对得起国家的培养吗？男孩名为男子营。对不起长官，我有我自己的选择。这时周围的同学都跟着一起起哄，却被一旁的一名中年人打断。说话的是一名失去左臂的老将军。年轻人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参军不强制，靠的是个人意愿。随后叹了一口气，真是可惜了你这么好的苗子。就这样吧，拿着你的表格离开吧。在所有人的谩骂声中，他缓缓离开。转眼间就到了第二天，参军人员在坦克、飞机的掩护下开始向前线进发。他们带着必胜的信念和满腔的热血，保家卫国，护我山河。而男子营却只能偷偷地站在人群身后。随后缓缓地叹了一口气，拒绝参军的他已被送上热搜，但对此男子营却没有做任何的反驳。没错，他们都是英雄，可这一战必定是飞蛾扑火，有去无回。拥有百万大军的人类还是低估了万族魔物的力量。在上一世，他为了心中的信念而冲在了最前线，和他们一样早早参军杀敌，并加入了战局指挥部，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指挥。在人类节节败退之际，我用生命钻研出5大天赋，并最终将其布置在自己体内。可他还未将所有天赋升满，人类就溃败了。纵使一人杀光了现场的所有魔物，可最后万族的至强者出手了。纵使我有绝顶的天赋在手，最后我还是败了。他不甘心，如果能早点升满天赋，那么就有能力守护全人类。也许是男子营的执念感动了上天，他重生了，竟然奇迹般的回到了参军之前，而且他用生命造就的天赋树也一同出现。驯兽树可计提驯兽，元素树可凝聚水火，修罗树则杀戮越多，本体狂化增幅越强，阵法树可设置各种阵法，威力无穷，亡灵树可唤醒地下亡灵为宿主所用。虽然修炼这5种天赋需要海量的原石和时间，但只要将5种天赋修炼到极致，即可扭转乾坤，带领人类击败万族的入侵。可现在的他即使上了战场，也杀不了几个魔物，而且还有可能浪费我的天赋，甚至葬送生命。获得原石最好的地方就是试炼场，这里有无数的变异兽，通过试炼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原石来提升天赋。此时的后勤上仅剩下一些老弱病残在工作，大家都为了前线战士们准备着各种武则。这时一个举着拐杖的女孩不仅叹息道：要是没有受伤的话就好了。这时男子营突然上前询问：我是来试炼场训练的，顺便可以帮你们处理一下变异兽。女孩当即表示：那可真是太好了，正发愁找不到人手，我先带你去换身衣服。可一旁的张大妈却十分疑惑，怎么还会有年轻人来试炼场？但就在这时，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于是连忙在口袋内开始翻找手机。他不就是热搜上那个拒绝上斩仓的男子营吗？见此一幕，李大妈也是一脸不解，都拒绝上前线了，还来这训练什么？也许是想弥补在后勤苟且偷生的愧疚感吧。女孩将拿出处理变异兽的合金刀，你可千万要小心点啊！对此男子营表示感谢，看了一眼许久都未曾用过的合金刀，随后独自一人就朝着试炼场内走去。女孩看着我离去的背影，这家伙虽然话少，但长得倒是挺帅的。一旁的张大妈立刻上前提醒：你可别花痴了，他长得再帅也是个孬种，他就是那个不敢上前线的男子营。听着身后两人的议论，男子营并未理会，而是头也不回地走进了试炼室内。随着他的试炼难度选择完毕，周围顿时就响起了警报声，试炼已开启，请您做好准备。紧接着就看到无数只怪兽从旁边的笼子里钻了出来，瞬间就从各个方向朝我冲了过来。但此时的我却是丝毫不慌，既然上天让我重活一世，那么这一世的我必定要全力以赴。那么接下来就从驯兽师的天赋开始了。自从万族魔物入侵之后，地球上的生物也发生了异变，好在我有上一世的经验为基础，
对于这种初级散鸟怪可以说是了如指掌。在击杀掉几只散鸟怪后，一颗闪光的金蛋赫然出现，有了这颗金蛋就能增加一头可驯化的变异兽。只不过目前的这副躯体还是太弱，因此无法长时间的战斗。但如果每次攻击都能避开要害部位的话，短时间内处理这些变异兽还是没什么问题。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挥动着手动的长剑，虽说只是一些低级的变异兽怪，但是聚集起来的话还是挺难对付的。先将上方的这些解决掉再说。在历经10分钟的厮杀之后，终于将驯兽数量提升到了5只。果然和料想的一样，这效率一下就上来了。可就在这时，身旁传来一声高亢的鸟叫声，回头一看，竟然是一只体型巨大的散鸟。散鸟怪的首领散鸟皇，目前这具躯体对付他的确有些难度，因此只能智取不能硬碰，必须要做到直击要害，一击必杀。随着长剑砍在散鸟皇身上，当的一声，这家伙的硬度比上一世不知高了多少。既然如此的话，那就再来一次。此时的试炼大厅，两位大妈是一脸的狐疑。这时小刘突然上前询问道：“都午饭时间了，你们怎么还没走？”张阿姨示意小刘：“你别管，我要看那姓南的小子在里面能装多久。别的孩子都上前线杀敌去了，这小子还在这浑水摸鱼。他一会要是敢跑，我一个擒拿手摁住他。”然而小刘却表示，立即试炼好像也不比前线简单多少。正当几人讨论之时，广播内传来了立即试炼结束的声音。这时张大妈一脸坏笑，那家伙肯定受不了要跑步，咱们现在就过去将他摁住。可刚回头却似乎撞到了什么东西，待回过神来的张大妈当场傻眼，只因他们口中那个柔弱胆小怕死的男子，此时他身上已是伤痕累累，就连衣服也破得不成样子，满脸不知是怪物还是自己的鲜血。摸个鱼能摸成这样子，难道你通过即试炼了？男子营淡淡的表示道：“没错，我通过了，一层的怪物全都被我解决了，那些魔物的尸体就要劳烦各位了，我现在要立刻回去洗漱一番。”说罢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去。可进到试炼场的3人当场震惊，天哪，这么多魔物尸体，他居然真的通过了一级试炼。回到家的男子营就开始洗澡，看着驯兽师天赋树的属性面板，他不禁沉思道：想提升到3级，只在试炼塔1层肯定是不行的。如今前线已经被万族突破到了第8层的防线，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攻破到邺城了。他已经没有过多的时间修炼，必须得尽快将天赋等级升满才行。而此时的大妈们正在处理异兽的尸体，那小子确实很拼了。你不是说他是个懦夫吗？别级试炼以前都没几个人能过的。闻言，张大妈一脸不屑，他这是在自残，然后就可以找理由躺在家里了。可话音刚落，男子营又出现在了他们面前。你又回来干嘛？这里不需要你，1层的工作我们都干完了。男子营淡淡的表示，我可不是来帮你们处理尸体，而是要去2层继续试炼。此言一出，张大妈瞬间惊呼，那么重的伤还要去2层试炼？你装什么装啊？小刘也示意他还是先养好身体再去吧。2层可都是大型的变异兽，谢谢你的关心，请不必担心我。说罢就朝着2层试炼塔走去。看着这幕的张大妈人都傻了，有这本事干嘛不去前线，在这里装什么装？但男子营没心情去理会他们的指责，因为他要面对的是远超1层实力的大型变异兽。2层果然比1层压迫感强了许多。突然一头巨大的变异牛朝他撞来，直接就将其给撞飞了出去。虽然利用惯性的力量化解了这次撞击，但剧烈的疼痛在提醒我，这里恐怕没有1层那么简单。就在这时，牛大哥用鼻子对着我喷了喷气，仿佛在嘲讽我一个人也敢来挑战他们。顿时男子营的暴脾气也就跟着上来了，还真以为老子好欺负，他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。眼看着更多的变异牛朝他冲了过来，见状他急忙一个飞身跃起，抱起一剑着就刺穿了其中一头变异牛的脑袋，紧接着用剑身在伤口划拉了一番，顿时只听噗的一声，顿时牛哥喷出一口陈年老血，当场暴毙。见势不好，其他变异牛一脸惊恐，没想到眼前这个人类如此生猛。这时他掏出牛哥体内的原石，既然这些都是2级变异兽，那么直接驯化后将它们杀掉不就得了？于是他立即发动驯兽天赋，伴随着一阵红光在手中浮现，场内的牛哥犹如遭雷击一般，顿时被这股气息压得全都趴不起来。随后走到一只不断颤抖的牛哥面前，现在你们怎么不嚣张了？那么现在就全部成为我的经验值吧。很快3天的时间就过去了，此时的试炼场内全部都是被我击杀的怪兽尸体，几位大妈根本忙不过来。在经过这几天的努力下，而我的可驯兽等级也提升到了6级，才3天就斩杀掉了1万多只变异兽，果然还是试炼场内升级速度快。不过接下来就得去野外狩猎了，毕竟野外的变异兽可不是圈养的这些家禽能够相比的。即便是拥有热武器的异能者，面对这些异兽都不敢保证自己能够全身而退。不过驯化它们却是布局对付万族异兽的关键一环，也是时候开始自己的计划了。这时管理员询问道：“南先生还要继续挑战吗？为了前线的僵尸，哪怕天天加班都可以。”但男子营却表示今天要早些走，今天就到此为止了。说完就朝着大门口走去。张大妈顿时忍不住吐槽：“你们看吧，我就知道这小子坚持不了几天。”可话还没说完，一旁的大叔叫跳了出来：“你快闭嘴吧你！要不是他，我们哪能这么快超额完成任务？我看人家小伙子就不错。”然而男子营却没有理会他人的指责，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去做。这时身后的小刘红着脸凑了上来：“蓝先生，最近你表现得很好，也真是辛苦你了。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我们吧。”
听到是妹子的声音，他赶忙回头：“谢谢你的肯定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“好的呢，南先生，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了。”与此同时，叶城开进了数辆运输车，这些都是前线被送回来的伤员，此刻正紧张有序地朝着医院送去。对此，男子营十分疑惑，怎么这么快就有这么多伤员？看来前线的战况很不乐观。这时，一女人突然指着天空说道：“快看，原来是2枚火箭弹正在急速地朝着前线飞去。”男子营顿时暗叫不好，看来前线战况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复杂，要不然不会这么早就呼叫后方火力支援。离防线全面崩溃的日子不远了，他必须得加快自己的天赋升级速度。这时，几辆运输车突然停在了野外，下车一看，原来是汽车抛锚了，因此必须得抓紧维修。这时，一个黄发妹子建议还是先把车留在这里，周围有大量的变异狼，然后明天再过来就可以了。可就在这时，远处出现了一道黑影，可未等众人反应，黑影就从车队旁急速地掠了过去。黄发妹子顿感疑惑，什么人呢？天黑了还一个人往上外赶，于是对着车窗外大喊：“前面有变异巨狼，很危险的！”没错，这道人影正是准备前往野外男子营。一旁的短发妹子提醒道：“这批药品城里的伤员还等着用呢，我们还是尽快将药品送回去吧。”无奈黄发妹只好驾驶汽车就准备离开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声凄惨的叫声从车外传来，而死者正是车外的那名司机。别管了，赶紧走，后面是钢铁巨狼。可这时想走却已是来不及了。此刻车队已被钢铁巨狼团团围住，短发妹抄起一把机枪就对着巨狼突突了起来，打斗声很快就吸引了男子营的注意。遇袭的可是叶城的医疗队，可就当他准备回头救援之时，身后却也出现了大批的狼群，这样也好让他省下不少力气。本想着去找你们，没想到你们却主动送上门来了。随着灵气的浓度提升，很明显这群畜生也聪明了不少。与此同时，医疗队这边情况也不容乐观，刚才那一梭子也只能暂缓狼群的进攻而已。可伴随着狼群的逐渐增多，车内的个妹子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可即便如此，黄发妹子也没有选择放弃，毕竟车上可都是伤员们的救命药。而此时狼群也与男子营站在了一起，此刻的他是一剑一直，杀的那叫一个痛快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只浑身散发着猩红气息的巨狼突然出现，这应该就是狼王了吧？看来至于杀了他才能保住医疗队，那接下来就得速战速决。此时的狼王也注意到了他的存在，正缓缓地朝着男子营靠近。眼看着四周的狼群越来越多，我毫不犹豫地发动驯兽天赋技能，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，只见一棵由能量汇聚而成的大树拔地而起，眨眼间就将变异狼群给束缚了起来。这一切都被狼王尽收眼底，于是朝着天空就是一顿狼啸。有了狼王的加持，狼群纷纷挣脱了束缚，紧跟着一个个龇牙咧嘴的朝着他围了过来。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必须先将狼王解决了再说。随后控制天赋树将我送到了高空，紧接着一个飞身跃起，眨眼间就袭到了狼王头上。这时他想要躲闪的话已经是来不及了，男子营一拳就重重地砸在了狼王头上。就在触碰到狼王头骨的一瞬间，他当即发动了驯化技能，瞬间一股无形的能量就笼罩了狼王那庞大的身体。紧接着狼王的眼神开始变得清澈，一旁的狼群也是纷纷低下了他们那高傲的头颅。见状，我立刻发动天赋树技能，刹那间就将所有变异狼驯服了下来。另一边，只见车上的姐妹花是准备殊死一搏，可就当黄发妹子一脚油门刚准备冲出去的时候，却发现无论如何车子都无法启动。短发妹子暗道一声完蛋了，下一秒狼群就全都围了上来，只听砰的一声，车窗玻璃当场碎裂。眼看他们今天就要命丧狼口之际，这些变异狼群的眼神突然变得温顺起来，看起来似乎还有些可爱。正当两姐妹还在一脸懵逼之时，这些变异狼群却突然纷纷退去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狼群怎么就突然退走了？天呐，你快看那边好像有个人，他孤身一人就成功驯服了数万只狼，这人也太强了吧！这时男子营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，前世若是能早些将驯兽天赋点满，又怎会那么容易死在万族手中？如今他第一次御兽就驯服了数万头变异狼，也算是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。你们看上去也挺乖的嘛，今天先就原地解散吧，有需要我会召唤你们的。记住，以后坚决不可以再去袭击人类。在将狼群全部遣散之后，现在要开始准备朝着更深处进发了。毕竟万族入侵可不是这群变异狼所能抵挡的，必须得尽快驯化更多的变异兽才可以。正当他要准备继续前行之时，突然手机里传来了试炼场的消息，原来是试炼场要他回去召开紧急会议。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原来是试炼场来了一位高级的长官，可没想到对方上来就是一顿臭骂。你们叶城分站还真是让人失望，前几天还超额完成了任务，今天又给我说做不出来。见状，负责人立刻上前解释道：不是的，长官，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些老弱病残，处理一些普通的变异兽还是可以的，可您让我们接受的是一些4级以上的，我们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处理经验。闻言，长官瞬间恼怒，连这点事情都处理不了，还提什么保卫国家？知道现在战场的形势多严峻吗？前线多少战士都要吃不上饭了，想要保证部队的供应，必须得从这些更强的变异兽入手。此言一出，负责人顿时差点摔倒，这么一顶高帽子扣下来，他可承受不起。我会尽快加派人手加班处理的。谁曾想长官却更为变本加厉，我看就算了吧，你们叶城没有一个中用的，来了半天也没有个人前来接待，你们就等着受处分吧。一旁的小刘忍不住反驳道：您这批高级异兽的级别已经接近4级变异兽了，这根本就超出了我们叶城的处理范围。闻言，长官一脸不屑，这么说我是在为难你们了？也对，你们叶城人没一个负责任的，第一个拒绝参军的逃兵就是你们叶城的。
此言一出，张大妈瞬间恼怒：“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摆谱？我老公和3个儿子都战死在前线为国捐躯，难道这也叫不负责任吗？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分昼夜的24小时轮岗工作，目的就是能赶上前线的补给速度。凭什么你一句话就否定了我们所做的一切？”闻言，长官撇了撇嘴，真是一个泼妇。见状，2名高级异能者就要上前教训张大妈，泼妇竟敢对长官无礼，找死！可下一秒，只听砰的一声，方才那名说话的异能者顿时倒飞出去。见此一幕，一旁的长官也是一脸懵逼，这什么情况？小小邺城难道还隐藏着高级的异能者？而来人正是飞速赶回的男子营。长官，就算吵架也没必要对这些老弱病残动手吧？见状，一旁的李大妈一脸兴奋，太好了，是小南回来了。负责人也是回头看了看我，这不就是那个逃兵男子营吗？看起来似乎没有传言的那么不堪啊！竟一拳干掉了5级的异能者。这时长官也一改之前的语气：“你是谁？不是说年轻人都去前线战斗了吗？”紧接着举起了手枪：“以下犯上，你们邺城是想造反吗？”这时男子营才发现，这人正是上一世靠发战争才起家的林有才，在万族战场12年被全球通缉并处决的人杰。上一世这家伙就一直倒卖前线所需的各种物资，他一定是盯上了邺城处理异兽的速度，想借邺城帮他屠宰更多的高级异兽，并倒卖材料中饱私囊。这一世他绝不允许再次出现这样的寄生虫。不过现在要做的是先把他手中的资源榨干再说。于是他连忙压下心中的怒气，这里没有要造反作乱的叛徒，这些也不是您口中不负责任的工人。一旁的大妈大爷也附和道：“身为长官就拿枪这样指着我们为万族战场付出的还不够多吗？”此言一出，林有才顿时骑虎难下。本以为邺城只有些老弱病残，没想到半路却杀出个如此高手，这可就不好收场了。可随后发现这个年轻人似乎有点眼熟，此人正是那个拒绝参军的逃兵男子营。你这个懦夫竟然躲在这里！不仅如此，还敢对上级出手打伤军人，即便是将你就地处决，也没人敢说个不字。而一旁的5级异能者就要上前动手，但男子营却是微微一笑：“这倒挺好，不过试炼塔里的几万只变异异兽就没人能处理了。”此言一出，林有才顿时一愣，原来之前试炼塔里的异兽都是他一人所杀，难怪邺城的补给进度会如此之快。就在林有才愣神之际，你们带来的变异兽都有了煞气，这种特殊的变异兽，我想其他地区应该都处理不了，因此你们想是来邺城碰碰运气吧？我倒是很想接下这个任务，但你们要杀我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一旁的林有才顿感疑惑，他一个逃兵怎会对变异兽如此熟悉？再看周围人的反应，看来他所言不虚，倒不如顺水推舟，让他接下这个任务。年轻人，但愿你说的是真的，咱们就先立个军令状，明天我会送5000只异兽过来，如果1周之内处理完，我就放你一马。如若是完不成，到时候不仅仅是你，就连整个邺城也要跟着受罚。即这样，他们刚走，小刘就慌忙凑了过来。蓝先生，变异异兽可没那么容易处理，需要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帮你。闻言，我示意他们放心，你们做好各自的本职工作就行。如今他的驯兽天赋已经升到了7级，在4级变异兽里也是较强的存在，防御高，精神干扰力强，不仅能作为补给，而且还是很珍贵的材料。林有才这狗东西为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不过也多亏了他。这些魔物正是他升级修罗天赋的最好材料。先把那家伙手中的魔物同伙杀完，然后升级完天赋之后，再把林有才一伙败类连根拔起。很快5万只4级变异兽就全部送到。一个白胖胖的长官开始宣读军令状：邺城分部后勤兵男子营，限时1周之内完成5000只4级变异兽任务，如若不能按时完成，按照条例，军需处长官林有才有权对你进行处理。按照规定，你涉嫌康明山东工人暴动袭击长官，一旦延误，数罪并罚，到时无需上报，当场执行枪决。说着比划了一个开枪的动作。嘣！闻言，小刘一脸的不可置信，枪决？白胖胖一脸不屑，难道怂了？昨天立军令状时不是答应的挺痛快吗？不过真到了那时，我的职责就是亲手将男子营处决。说罢，拍了拍男子营的肩膀，我相信你会很享受那个过程。男子营顺手接过军令状，你一个传话的而已，废话怎么那么多？见状，保镖就要动手，却被白胖胖拦了下来。一个将死之人而已，没必要和他计较。随手众人戴好面罩，就准备开始处理。因为处理这些异兽必须要释放麻醉烟雾，随后就毫不犹豫地朝着试炼场内走去。此时白胖胖也顿感疑惑，他已经用精神异能测试过这小子，他根本不是精神系异能者，即便是自己也没有办法和那些4级变异兽长时间相处。想必他即便能出来，肯定也是疯掉了。我们就在这等着处决他就行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林老板也真是小气，怕我多分，竟然会选择相信一个逃兵，纯粹是浪费时间。那小子死了，这些货终究还是我的。你知道应该和老板如何汇报了吧？放心，这里发生的一切我都会如实汇报的。与此同时，男子营这边不愧是4级变异兽，即便是肉体被麻痹，但精神力依旧充足。不仅如此，竟还可以幻化出虚影。但对男子营来说，这一切都是徒劳。随即借地一个原地起跳，都省省吧。对他来说，你们不过只是幻象而已。只要在精神力上无法控制他，在他眼里，这些幻象就是不能移动的。而升级修罗天赋需要更多的杀气，还是将你们的真本事都拿出来了，否则就没有机会了。紧接着，脑海中传来一阵地鸣，回头一看，却发现无数道煞气由脚底汇聚而成，直接缠住了男子营的双脚。男子营轻声道：“这才对吗？”随着煞气越来越多，顿时一道意识传入了男子营的脑海：“你太累了，将一切都放下吧。人类要学着活得轻松点，想象你所付出的代价，想象你那些在你身边死去的亲人、父亲、母亲，这一切你觉得值得吗？”
万族如此强大，你怎么向万族复仇？可男子营确实一把抓住了一旁的煞气出手。你说完了吗？说完还是安静一会吧。说罢，一把将煞气才能够脑海中找出。我和万族的仇自然要报，人类未来会有怎样的命运，也只有我们人类说了才算。这时天赋树由体内缓缓生长，顿时将男子营全部覆盖。只要开启修罗术进入修罗状态，就能成倍增强肉体与精神力，而这些煞气就是能最快提升天赋的捷径。你们都乖乖的成为我的力量吧。随着煞气疯狂的不断涌入，此时的男子营双眼通红，无数的煞气钻入眼中，顿时忍不住怒吼了起来。而此时的林有才正在享受着美女与红酒。现在的物资越来越紧缺，不仅是神下，还有别国的前线也不用乐观。趁着现在得狠狠多捞几笔，不然老子辛苦准给的异兽都打了水漂。能干的部下胃口又大，还要提防军方那些家伙的暗中调查，这可真是麻烦。说罢，将手中的红酒一饮而尽。正考虑从哪能找来稳定处理高阶变异兽之时，一旁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报告长官，立了军令状的邺城分部，他们的任务全都……闻言，林有才顿时脸上阴沉了起来。果然不能指望这群废物。带头的那个男子营处决掉了吗？但手下却表示他们只用4天就差不多完成了任务。闻言，林有才顿感震惊。你说他们马上就要完成了？是的，长官，5000只4级异兽的任务已确认全部完成，都是由那个叫男子营的负责宰杀。此言一出，林有才顿时狂喜，直接一把将小姐姐搂了过来。这可真是太好了，你给我把那小子盯好了，我随后就来。对此，白胖胖也是一脸的不可置信，这小子竟真的提前完成了任务。他当时明明查过那小子根本没有精神异能，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此时男子营的天赋树等级已升到了5级，这几天下来身体和精神均增强了，虽然未能突破6级，好在修罗天赋的第一个技能到手了。接下来必须得去荒野深处驯服更加高级的异兽，加快布局速度。这时张大妈一改往日的态度，为男子营竖起了大拇指。小南同志这次可为我们长脸了，不然我们邺城还真被某些人给看扁了。明明他们搞不定才想起来用我们，还拽得跟258万一样。接下来估计有些人要不高兴。提升了修罗术等级，对于精神力的感知也变强了。原来这白胖胖竟然是精神系的异能者。听到被骂，白胖胖早已是恼羞成怒，这些阿猫阿狗也敢骂老子，必须得再试试这小子。可刚想动手，却被一旁的保镖阻止。你可别坏了老板的规矩，他的手段你可是知道的，必须要等老板来了再说。而且这里魔物的残留精神力太多，你贸然出手会被干扰的。但白胖胖此时也已管不了那么多。到时候我会亲自向老板交代。说罢，数道精神力攻击就朝着男子营袭了过去。但男子营同时也发现了白胖胖的意图。可惜你今天惹错人了，正好趁机测试一下5级天赋树的能力。而此时的白胖胖也是一脸懵逼，明明已经侵入了他的精神系统，但不知为何会是这种效果。侵入精神系统应该能看到对方的精神实体才对，为什么自己看到的却是黑漆漆的一片？下一秒，白胖胖似乎意识到了哪里不对劲，随后转头向身后望去，这怎么可能？映入他眼帘的仅是由煞气凝聚而成的精神实体。你到底是几级精神系异能者？我方才明明查过，这么短时间怎么可能成长如此之快？此时白胖胖的眼中满是惊恐，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可下一秒，他肥胖的双腿就被煞气所禁锢。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，你不是想要窥探我的精神世界吗？那就让你一次看个够。说罢，无数煞气出手就朝着白胖胖脑海中涌去，这种量级的煞气可不是他所能承受，于是大叫着求求你了，饶了我吧。而现实中的白胖胖却是直接喷出一口老血，场中的众人顿时不知所措。很明显，他的精神已经失常，这些全都是老子的，你们谁也都别想分走一分。林有才，你个老不死的，这些明明老子一个人就能搞定，非但不信我，还让人监视着老子。两位大妈也是一脸懵逼，当个领导难道压力有这么大吗？就随便骂了几句就承受不了吗？而一旁的保镖还认为他这是被残留的精神力所影响，应该是疯了。他再这么口无遮拦下去会坏老板的事。说罢，猛地一拳就朝其头上砸了下去。顿时场上的众人一脸无语，这家伙是在干什么？但保镖却表示他被魔物的精神力影响，有可能会对大家造成伤害，因此只好当场处死。这时保镖来到了男子营身旁，看来这小子也被干扰了。白胖胖那个蠢货，搞死了自己还把这小子也搞废了，这小子后面就用不上，还是先回去复命吧。回头还不忘叮嘱其他人继续干。可就在这时，男子营突然露出一脸诡异的笑容。当前修罗等级6级，一睁眼就打了第2天。小南同志，你终于醒了，这次多亏有你，他没事了，大家都赶紧去干活吧。难道是林有才又送来了高级变异兽？张大妈表示，分站有一半人被调去了其他厂帮忙，而前线的军需又增加了1倍的任务。第9防线已经彻底溃败，战况也极其惨烈。不管是陆军还是空军，我们的军队全都不是万族变异兽的对手。被寄予厚望的7级异能者雷伐之子也断了半天胳膊，如今只剩下了半条命。6级异能者火焰巨人更是为国捐躯壮烈牺牲了。就连男子营也没有想到，这次溃败竟比上一世提前了这么多。而白胖胖长官之死也已经被上面领导定性，是被魔物精神干扰而死，和我们邺城没有任何关系。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告诉你。闻言，男子营一脸疑惑地看向张大妈。小刘，你过来告诉他，蓝先生，我们所有人一致的推选您为我们失恋打邺城分站的站长。
这是上面颁发的任命书。闻言，男子营一脸懵逼。张大妈还是一小男，你不要推卸啊，这可是大家对你的认可，以后得改口叫你男站长。大家一起努力好好干。但由于这次下派的任务整整多了1倍，而且工人也少了一半，即便是大家不吃不喝，1个月后站着的还能有几个活人？站长，您认为这活要怎么干？男子营意识到这活也只能靠自己。驯兽天赋和修罗天赋分别是7级和6级，运用得当的话，效率起码能提升2倍。其他人各司其责即可。而有了站长这个身份，计划榨干林有才的计划也有了更多的操作空间。小刘当即就要去向上级领导申诉，可却被男子营拦了下来。我已经想到办法了。说罢，缓缓地走下床。我知道大家担心我的身体，但相信我任务一定能完成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黑影从门外一闪而过，这种移动速度绝对不可能是站内的工人，于是迈开双腿就朝外面追去。没错，应该就是这个方向。可找了半天也没发现神秘人的身影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只黑洞洞的枪口盯住了他的后脑勺。小编一看，原来是一个身材十分哇塞的小姐姐。神秘小姐姐缓缓开口，我问一句，你答一句，你们接的林有才的那单，下一批变异兽的数量是多少？他们送还是你们接？但男子营确实一脸平静，这个你应该去问林有才吧。闻言，小姐姐一脸疑惑，难道你们不是一伙的吗？还有，请认真回答我的问题。趁着小姐姐说话分神的瞬间，男子营突然发动手中的修罗天赋，直接一把就打飞了小姐姐手中的武器。可小姐姐的身手也不是盖的，突然又不知从哪搞来一支对准男子营就扣动了单击，但却被男子营的修罗天赋将子弹直接吞噬。谁给你说我是林有才拿败类的同伙？我想你是认错人了。小姐姐在后退的同时开口质问他，既然不是，那你为什么要帮他？男子营解释，我并不是帮他，这只不过是他派发给我们邺城分站的任务而已。即便他是你口中的蛀虫亦或是败类，但现在仍旧是我们的直属长官。小姐姐也是当场震惊，想不到林有才的那些龌龊行径，男子营知道的一清二楚。于是小姐姐向他提议，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一起配合将林有才除掉，如何？我是第8防线补给别动科情报2组的张元，说着缓缓地朝男子营伸出右手。很高兴认识您。这时男子营微微开口，我拒绝。见被拒绝，张元眼神顿时一冷。这么说你是要选择助纣为虐？但却被男子营直接否定。林有才的结局早已被注定，既不是现在动手，也不是和你联手，因为你根本不清楚除掉他所带来的后果。张元想了半天也没听懂男子营想表达的意思，于是男子营缓缓解释道，如果要除掉林有才的话，你有2种选择，也就是暗杀和内部揭发。如果选择暗杀的话，那么对方人多，你难道要全部干？先不说你有没有那个能力，但你却没有仔细想着，张元，你是什么身份？失败所带来的后果你承受得起？内部处理首先取证时间遥遥无期，现在的战局人类这边处于劣势，如果再传出后方补给贪污腐败的问题，必定会被外解读为内幕，一旦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连锁反应，最后闹得个后方军心大乱，大家也就只能自顾自了。前线的将士哪里还有心思与妖兽战斗？男子营这么一番分析下来，张元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。按你这么说，那该怎么办才好？没什么好为难的，林有才交给我就可以了。闻言，张元疑惑地看了男子营一眼，我刚才没听错吧？你意思你要独自处理掉林有才，还是省省办？就连我都无法解决掉他，指望你一个不敢上战场的逃兵？为了消除张元对他的疑虑，男子营只好再次释放出修罗气息。之前你和我已经过招了，要不我们再切磋几招试试？张元明显能感应他身上那股恐怖的能量波动，也就是这一会功夫，这个男人所展现出的气息竟比之前强大了1倍有余。于是回想了关于男子营所有消息，他宁愿被人嘲笑，也要在后方处理异兽尸体。一天到晚都在猎杀那些妖兽，之所以这么选择，难道他有通过击杀妖兽不断强化自身的异能？这样一想，这一切也就说得通了。这时男子营叹了一口气，该说的都说了，不该说的你也别问，相信你是个聪明人，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一些秘密，不是吗？至于林有才这个蛀虫，放心，就交给我了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张元也不好再说什么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。这时男子营提了一个要求，解决完林有才之后，我需要你们机动部能够提供更多的妖兽。闻言，张元更加疑惑，你究竟需要多少只变异兽？即便是你现在的实力，也算是一方强者，难不成你将自己隐藏在人族后头，待成长起来该不会对人类不利吧？这个你放心，我即便是死也是人族阵营，而且还要彻底的将万族驱逐。只不过目前实力还不够强大，该说的也说的差不多了。走了，美女。看着男子营离去的背影，他不禁沉思道，可真是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家伙，暂且先相信他吧。3天后，又有大批的变异兽被送了过来，而且等级从4级提升到了5级。对此，张阿姨十分不满，但男子营却安慰大家别担心，这任务完全有能力干完。听到肯定的回答，林有才笑出了猪叫。男站长行事可真是果断，这男子营不仅比白胖胖还能干，还是个不吃回扣的免费劳工。而且最近别动科那些刺头也很老实，再加上前线战士不利，订单比之前翻了几番，这可真是个天赐的发财良机。随后拍了拍男子营肩膀，年轻人需要什么尽管开口，接下来干得好的话，我林某人绝不会亏待。闻言，男子营却没有说话，随后井井有条地向大家分配任务，大家都负责好各自手上的工作。这批妖兽送去试炼塔1组，这批集装箱5级变异兽送去2组，大家千万别搞错了。一旁的林有才也忍不住夸赞，邺城的这种工作氛围真让人安心。蓝站长先不打扰你们，
好回头见。这时男子营突然微微一笑，林有才，你囤的这些个玩意，全都是我升级修罗天赋的养料。然后直接拿出身上的合金恶刀，技能启动，顿时身上一股恐怖的气息喷涌出。随着合金恶刀身上的邪恶气息越发浓烈，成群结队的变异兽瞬间就成为了他的修罗杀意值。不多时，修罗等级就来到了6级。随着手中长刀的不断挥出，修罗等级则是不断的疯狂提升。与此同时的前线战况，3月20日，雄鹰国府战4小时阵亡80万，5万异能者身陨战线崩塌。而男子营的修罗等级也在不断提升，合金爆刀、修罗爆杀者。3月22日被冰川防线崩溃，60万前线战士战死。合金龙刀、修罗龙杀者。3月24日，南冰川遭遇杀戮种族，1小时之内50万士兵全部战死。合金魔刀、修罗魔杀者。3月26日，川崎防线全面失守，仅半小时80万将士全军覆没。而此时的男子营修罗术技能已炼至满级，只听他怒吼一声，煞气全开，修罗归来，顿时一股毁天灭地的红白色能量直冲天际，满级修罗的人间地狱态外形也有所改变。一股红色的煞气由体内冲天而起，周围的红黑煞气则不断的朝着他体内疯狂涌入，而5级变异兽还呲牙咧嘴，跃跃欲试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先拿你们试试吧。说罢，将手中的长刀缓缓抬起，顿时红黑色能量在刀身上肆意涌动，随后一刀就劈了下去。顿时大量的妖兽成了首尾不相离的尸体，地面更是留下一道深达100米的深坑。原来这就是满级修罗的威力，比起上一级实力简直就是几何倍的增长。随着男子营一生修罗太劫，身体又恢复成原先的样子，有了这么多的晶石，接下来就又可以提升驯兽技能了。目前第8防线仅有东方盟国、米国和毛国还在苦苦坚守，甚至将征兵年龄下调到了16岁，战局明显对人类大为不利。再这样下去，修罗天赋再强也只不过是一人之力，必须得尽快布局才行。这时林有才一脸满意的走了过来，蓝厂长的效率又提升了呀。说吧，有什么需要林某的地方尽管说。闻言，男子营语音拉长说出3个字：我想要。这让一旁的保镖一身冷汗。林有才表示你直说无妨。只见男子营微微一笑：我想要你晚上去弄一批钢铁巨狼回来。此言一出，林有才顿时松了一口气。蓝厂长这口气可真是拉得够长，好魄力有品位，我林某喜欢。那就有劳林长官了。林有才表示放心吧，但心里却想着，如果你小子敢耍大招，我分分钟就能将你弄死。而男子营也在计划着如何将林有才处理。如果男子营没有记错，随着人类高级异能者的觉醒，万族很快也会展开相应的暗杀行动。接下来他必须要低调行事才行。随后命令狼崽子们将附近的狼群全都引来。放眼望去，整个荒原全是红色的狼眼，驯兽师等级也随之到了7级，但升级需求也来到了一个天文级数字。与此同时的城外10公里，3辆军车正朝荒原腹地驶入，而车上坐着的正是外出捕狼的林有才。这时司机报告前方有大约1000头变异狼群，林有才立刻命令司机直接冲过去，直接传送到奈米笼中，早点回家还能干点别的。不多时，林有才发现了外面的异常，司机闻声向车外望去，当看到场外的情形，顿时冷汗直流。不好，长官，我们被钢铁狼兽潮包围了。此时的林有才是一脸惊慌，立刻命令手下开启传送，将其传送到安全的地方。但司机表示距离传送点太远，无法传送，现在只能一脚油门往前开，撞开前方的狼群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那就别特么的废话了，赶紧往前开。可他们却不知道的是，这些钢铁狼兽潮乃男子营所布置，的确是个美妙的夜晚。寻狼杀虫两不误，林有才，也是时候解决你这个蛀虫。当即男子营脚下就出现了一个红色的符阵，随着他口中大喝一声去，红色的能量由地面向前方延伸，而狼群瞬间就停止了对军车的攻击。林有才也发现了这一幕，心想前方可能有驯兽师，他还以为是救星来了，瞬间就激动的破涕为笑。可从没听说过叶城有如此厉害的驯兽师啊，可能是某位隐士高人吧，认识一下说不定还能为他所用。可就在这时，男子营突然对狼群发号了施令，只见他将双手向地上一砸，给我撕碎前方这支车队，一个不留。眨眼间，狼群又将车队团团围住。见状，林有才立即下令快用火力压制，无奈狼群数量着实太多，当即就有不少士兵当场毙命，而狼群也很快就砸碎了车窗。见状，保镖立马大喊道：长官危险！而林有才还幻想着能将他传送到安全的地方，可下一秒就有一只钢铁狼扑了过来，而保镖同时也将林有才死死护住。眼看狼群已经扑到保镖的头上，毕竟保镖也是5级异能者，你们这群畜生，今天就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！很快就击退了狼群的第一波进攻，可紧接着又是黑压压一片压了过来。保镖也意识到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毕竟内米龙数量有限。此时位置已接近最近的传送点古城墙，可下一秒一道黑影出现在了林有才身后。见状，保镖立刻询问道：你是谁？打开面具一看，居然是男子营。林有才疑惑：你就是刚才的驯兽师？难道你要杀我？男子营表示不错，我就是要杀你。可即便是死到临头，林有才还在嘴硬，你要是敢动我的话，我保证你和你的家人都会死得很难看。闻言，男子营表示我相信你能做到，可惜你没有那个机会。说罢，一把抓向林有才的脖子。见状，林有才只能将目光投向一旁的保镖。保镖示意长官您别怕，我这就把你传送到安全的地方。为避免夜长梦多，男子营当即就发动了修罗龙杀者状态。杀招：凝聚修罗之精，以杀气化龙。防御：一切低阶精神及空间操控。顿时，一股恐怖的波动由男子营体内喷涌而出。
瞬间隔断了一切有关精神力的力量。随后保镖也同时发现，无论如何也无法催动传送阵。难道你是高阶异能者？但随后一想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可话音刚落，迎接保镖的却是毫不留情的一拳，顿时保镖头上的鲜血喷涌而出，死的已经是不能再死。直到这时，林有才还试图求饶，可男子营却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抱歉。林有才至死也不会明白，为何你一个逃兵却偏偏非要杀死他。可男子营却也懒得废话。在一阵惨叫和撕咬声过后，林有才被狼群彻底撕成了碎片，永别了林有才。与此同时的异能勘测调查局，叶城又出现了这种强大的异能气息。女人是5级气息感知异能者苏冷，看来前几天感应的不是错觉，叶城很有可能有只强级异能者出事，必须得赶紧向上级调查局汇报才行。与此同时的男子营这边，这些狼崽子在男子营面前不断的撒着娇，并不断的舔舐着男子营的脸庞。男子营示意你们都给我乖乖坐好，这次你们都表现的挺不错的，并特意奖励你们摸头杀，后面的都不要急，你们一个个都有份。接下来会派发给你们新的任务，在北荒戈壁上帮我获取原石。话音刚落，狼群犹如纪律严明的部队一般，齐刷刷的对着月亮嗷呜了起来。随后他就回到了邺城屠宰场。张元也收到了林有才在北荒全军覆没的消息，于是询问这事是你干的吗？闻言，男子营先是啃了一口肉包子，怎么说呢？我确实跟他说过想要几只变异狼来着。只见张元双手叉腰质问道：难道你还有控兽的能力？但男子营示意他小声点，正所谓天机不可泄露。这听得张元是一愣一愣，于是无奈的摊手表示道：言归正传，我已经将林有才贪污的证据都上交了，相信他的财产也很快都会充公。对此，男子营只是淡淡说到内听后，张元表示不管怎么样，这次还得谢谢你，并提议晚上请你喝一杯如何？但男子营这货却十分不给面子，喝一杯就算了，国难当头我也没有那个雅兴。可随后却突然停下了脚，回头以玩味的口气说道：如果你真要感谢我的话，或许可以用别的方式，也不是不可以。闻言，张元的俏脸突然变得通红。比如呢？可男子营接下来的回答让他十分尴尬。原来男子营想将这里改成邺城最大的屠宰场，接受10倍、100倍于其他屠宰场数量的变异家禽。在有了源源不断的变异家禽之后，男子营获取原石的速度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。再加上钢铁巨狼捕获的猎物，想必很快就可以布局本乱兽潮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今日我男子营妖儿等驻守北荒，共守南兴，很快在北荒隔壁就拥有了50万5级钢铁巨狼。接下来他来到了6级钢浩牛的栖息地白骨原，只见他大手一挥，顿时一股红色的能量由手中爆射而出，紧接着这股能量就将钢浩牛全部所笼罩。随着口中大喝一声训，顿时钢浩牛就被当场驯服，并被男子营安排驻守此地，同时帮其猎取原石，而且不可伤人也不可攻城，随时候命即可。不多时就驯服了整整50万头钢浩牛。随后又来到了猎川峡谷，还缺100万枚原石。接下来再驯服一批7级变异豹猿，不愧是7级的变异兽，这气息比之前的狼群和浩牛比起来，简直就是量级差别，极快的速度和强大的气势。不过对于如今的男子营来说却是小菜一碟。只见他双手随意那么一挥，口中大喝训，紧接着一拳就砸向豹猿的狗头。幸好还在可驯服的等级范围内，可接下来又有铺天盖地的豹猿围了过来，而且还伴随着一声剧烈的嘶吼。不待男子营反应，之前被他驯服的那只豹猿就袭到了他的身后。男子营心想，看来是驯服失败了，既然如此的话，那就先打服了再训。说罢，当即就进入了修罗暴杀者状态，顿时豹猿的身体就砸得地面碎石乱飞，烟尘四起。同时，男子营也将8级驯兽师技能开到极限。可随着那道嘶吼声再次响起，方才被他打怕的那些豹猿又再次龇牙咧嘴地冲了过来。这时，男子营也意识到，看来驯化失败的原因应该就是这嘶吼声。但数量众多的7级变异豹猿，如果杀了的话，那可就太可惜了。必须得先将幕后 BOSS 解决掉才行。于是，一刀就劈开了一只豹猿的身体。可又有豹猿朝男子营袭来，可惜在他眼中，这些豹猿脑子根本不够用，很快就将几只豹猿清理干净，然后借着其他豹猿的头颅一个原地起跳，眨眼间就跳到了一座峡谷之间。出来吧，这里的统领该换主人了。可随后男子营抬头一看，这尼玛个头也太夸张了吧！如果不是有修罗之力在身，恐怕这威压会将自己瞬间秒杀。看样子这猿王至少在9级，甚至有可能更高，并且攻击速度也快得出奇。甚至还张口试图将男子营整个吞下，可男子营也不是吃素的，当即一记修罗暴刃就劈了下去，顿时疼得猿王吃疼牙关一紧，接下来还试图要捏爆男子营的狗头，见没捏到，接着又是一记暴拳砸了过来，男子营一个不留神就被猿王狠狠地砸向地面。男子营也意识到得玩点真格的，否则还让这家伙当软柿子给捏了，于是立即切换至修罗人间地狱态，顿时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肆意涌动，剑身更是响起了嗡嗡嗡的剑鸣之声，一道道红色的能量围绕着其身体不断盘旋。与此同时的异能勘测调查局，我说大姐，你的感觉到底准不准？这又是凌晨3点多了一点迹象也没有，这么熬下去也不是那么回事。但苏冷表示那种强烈的杀气他绝不会太严肃，上面也让咱们在邺城多盯几天，你就忍忍吧。再说咱俩同岁，你叫谁大姐呢？就算没发育好，你也不能装小孩吧？但紫发萝莉却是一脸不屑，看你胸前的那2头赘肉，我没叫你阿姨都算客气了好吗？可突然天空出现了一团红色的乌云，见状苏冷立即示意他小声点。来了，目标邺城西南猎川峡谷。
快准备追溯！闻言，萝莉赵可儿立即发动追溯异能，天地无极，一声万物，女人开启天眼追溯异能至强者，可看到的一幕将其直接吓傻。只因他看到的根本不是人，是来自于地狱的修罗恶魔。再看男子营这边，就问你服不服？此时他已揍得元王嘴角流血，喘着大气。不服的话就起来再战，不过我可不保证下一次还会对你手下留情。闻言，元王还试图挣扎着爬起，你这家伙精神头还算不错吧？就这样战死岂不是太可惜了吗？倒不如做我的战友，抵御万族如何？听到这里，元王的眼神突然一亮，当即就缓缓地伸出巨肘。男子营心想，这家伙难道还要再战？可拳头到了男子营头上，却突然停了下来。见状，男子营也将拳头搭了上去。好样的元凶！说罢，当即就恢复了正常状态，而元王也立即朝着男子营跪了下去。这时，男子营缓缓说道：“100万报元听令，尔等今后仍以报元王为首，驻守列川峡谷，获取原石，切记不可伤人，不可攻城，并随时候命。”至此，男子营的驯兽师已达到8级，且拥有整整200万只5到7级变异兽大军。与此同时的异能勘测调查局，苏冷两人还在议论着昨晚发生的一切。苏冷很明显感受到了2种不同的强大能量。可惜赵可儿的回溯能力24小时只能使用1次，且只有短短3秒钟。即便如此，苏冷也十分肯定，这前后2股不同的力量应该同属于一人。赵可儿表示这不可能。要知道他们探测了这么久，东方联盟排名前10的异能者，之前一直给一些神秘家族留着空位未成功，可这修罗一上来就至少稳居前10，这已经是很恐怖的单体力量了。也别想太多了，还是尽快公布榜单吧。果然，男子营的修罗异能被暂且排到了第10名。此榜一出，全国哗然，叶城列川峡谷惊现神秘黑衣人，杀伤力直接登上东方联盟异能排行榜前10，而各种评论也是占满了整个评论区。以前只听说过西方出现过修罗异能者，想不到如今我大东方也有了。可一些人非要拿神秘人和男子营做比较，即便是宁可疯魔也不愿做那逃兵男子营。殊不知这排名第10的神秘人正是他。而男子营此时也回到了屠宰场，看到米国毛国第8防线接连溃败失守，男子营的心里不由得一惊。东方联盟也启动了老兵召回计划，这一事不仅溃败速度加快，就连老兵召回也提前了很多。可就在这时，他收到了老爹发来的消息：臭小子，晚上有空就回来吃顿饭，你老妈可想死你了。原来他的父亲居然是一名菜神，并亲自下厨为即将回来的儿子和女儿准备饭菜，并示意记者小姐姐可以留下来一块吃点。原来南父本是一名退伍老兵，小姐姐的目的就是简单的采访几句，正好南父此时也已忙完，便示意他有什么话您尽管问吧。记者名叫方林，您好，南雄山先生，听说您接到老兵召回消息就立刻报名，请问您当时是怎么想的？闻言，南父严肃地答道：“职责所在，义不容辞。”可接下来，方林却谈到了男子营。至于您儿子拒绝参军，您如何看待？此言一出，南父立刻沉默了起来。可就在这时，南母带着儿女推门而入，也恰巧看到了这尴尬的一幕。南父示意他们先去桌上等着，他回答几个问题就回来。于是向方林示意：“记者同志，您也看到，我们家几个月也聚不齐一次。我爱人是工厂的志愿者，我女儿是异能者救护医师，我儿子虽没有上战场，但他在屠宰场为了前线供给也是拼了命的，在我心里他就是个好孩子，无论他选择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他的决定。”这时方林突然看向男子营问道：“男子营先生，听说你的很多同学都牺牲在了战场上，对此你能说说你的？”可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南父一脸怒气的打断：“够了，别再逼他了。老兵登记的时候本来安排我去第6防线，现在我主动申请去第7防线，请问这样你能闭嘴了吗？我儿子是没有上前线，可屠宰异兽也一样危险，前线补给我们叶城供给的最多，难道这不算是功劳吗？天天就拿留守后方这件事大做文章，你们媒体的意义又是什么？”这时南子山也站了出来：“如果不够的话，我也可以申请去第7防线做医疗志愿者。”此时的南母也看不下去了：“实在不行我替儿子去。”顿时整个现场就安静了下来。此时的摄影师和方林也被这家人的气势所震惊。“对不起打扰，我们走了。”这时男子营才狠狠捶了捶桌子，挣扎一番，最终做了决定：“老爹，我会和你们一起去。”饭还没吃完，男子营就准备转身离去。南母示意他吃完再走，不行吗？只见南父低头沉思了片刻，反正一家人面也见了，那就让他去吧，他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。很快男子营就来到了园林之海。其实他之所以急着来这里，是因为要在上战场之前，想再多驯服一批战象，这样可以大大增强人族的实力。只见他对着空旷的森林大喊：“出来吧，别躲着了！”顿时只听森林里嗷呜一声，一只体型巨大的战象比卷树桩就冲了出来，眨眼间就来到了男子营面前，二话不说就卷着树桩朝男子营砸来。对此男子营也急速的劈出一剑，直接就将树桩劈断，并嗖的一声消失不见，下一秒就跃到了战象头顶。“对不起，我赶时间，因此没有闲工夫跟你们说。”说罢，手中出现了数道妖异的荧光，对着战象头顶就砸了下去。顿时由战象头顶散发出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，至此战象也渐渐安静了下来。只见男子营将长剑横在战象头顶，去告诉你所有的同伴们，若再有不服者力斩不赦。在战象的奔相告之下，又有数百头战象赶了过来，战象们一个个被吓得冷汗直流。此时他们的脑海中也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保命。只见男子营浑身散发着妖异的红色能量，100万战象听令，驻守园林之海，收集原石，不可伤人，不可攻城，随时候命。此时男子营的驯兽数量已达到了恐怖的300万只，50万只钢铁巨狼和至钢号牛，
100万只爆元和战象。这时系统传来提示，当前1级阵法且拥有增幅镇煞气阵和剑气阵，需要布置1万个阵法才能升级，每阵需要基础消耗10个原石，可无限叠加阵法威力。阵法天赋树终于点亮了，这意味着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更多，也必须得加快升级速度。先回屠宰场弄些原石再说。很快就斩杀了数万只变异兽，可用原石10万点，可布置阵法1万个，也达到了升级阵法的条件。于是准备用变异兽试试这件气阵的威力。只见他口中默念天干地支万象剑气，顿时就有无数道能量剑在其头上急速盘旋。蓝子莹大喝一声，剑气振起，顿时飞剑更加快速的旋转了起来，当场就有数十只变异兽被秒杀。1级单个剑气阵杀伤力还是太弱，那就叠加2000剑气阵试试。当即就有一股更为恐怖的能量由体内喷涌而出，只见无数道剑光闪，又是数十只变异兽被当场秒杀。这样一来，只要在车间布满阵法，以后屠宰也就省时省力多了。随后就来到了第2屠宰间，当即就布置了200煞气阵，顿时就有无数变异兽惨死当场。1小时后，阵法亦能升级为2级，可用阵法烈焰焚烧阵、10倍增幅阵、元素剑气阵，每阵消耗20个原石，且可以无限叠加。下次升级布置阵法数可达50万个。完事后，他独自一人来到大厦楼顶。此时天也刚蒙蒙亮，也是时候和大家道别去前线了。此时的王姨几人也早早来到车间，但却发现屠宰间的大门敞开着，心想南厂长应该又是通宵宰杀了，这孩子8成回家吃完饭就来了，这样下去身体可怎么吃得消？见状，王姨当场就暴怒了起来，这还不都是那些无聊的记者给闹的吗？闻言，李姨一脸疑惑，什么新闻？王姨拿出手机，你们都没看吗？我昨晚可是在网上对了那群家伙一宿，原来是南子莹父亲想引老兵召回，即将奔赴第7防线抵御万族。古有木兰替父参军，今有南父替儿从军，可真看不惯南子莹这窝囊废，狗熊儿子英雄爹。可这些谩骂的评论都被王姨给对回去。两人拿起手机一看，当即生气的表示这些人也太过分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南子莹突然出现，只见他严肃的说道：“后面正好有些事情要跟大家交代一下。”闻言，3人一脸震惊，难道你要